乐高你说乐高是乐高新式神言之，欢迎回到不亦乐乎会客室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滴滴，我是 TY。虽然9月是发行倒数年历，但我们这身蜘蛛丑毛衣也换得太快了吧？其实今天是要化身蜘蛛人粉丝，穿越多重宇宙传送门，探索全新71050蜘蛛人新宇宙人偶抽抽乐。才刚结束经典电车之战开箱，现在众所期待的蜘蛛人主题终于延伸到抽抽乐系列嘞！12位风格特异的蜘蛛军团准备出动。本集开箱将以电影片段及设定为基础，加上各蜘蛛角色原版漫画，一一剖析12位新宇宙电影登场的特色人偶。见往之来，更期待之后的故事发展了。如果喜欢有趣的彩蛋故事，别忘记订阅会客室哦。今年年初，我们打开缤纷无比的第27代人偶抽抽乐。经过中间的 F1 赛车抽抽乐之后，如今正式与蜘蛛人主题携手合作。去年官方曾推出《龙与地下城》系列，有越来越多世界知名的 IP 跨界成为抽抽乐人偶。加上抽抽乐总是强化人偶细节印刷跟道具零件，力求忠实呈现角色模样。这次合作想必让人偶收藏玩家、漫威迷及蜘蛛人粉丝惊喜尖叫。蜘蛛人从1962年漫画《惊人幻想》第15期首次出现，2002年登上大荧幕，更在2016年重回 MCU 漫威影视宇宙。不过这次71050新宇宙抽抽乐，顾名思义，选角是以蜘蛛人新宇宙系列动画电影为基础哦。原来如此。虽然蜘蛛人人偶本身就堪称是一个大系列，其中几位更是梦幻一品等级，但新宇宙动画电影那错综庞大的宇宙观，加上各有风格的角色，光是想象就让人超级兴奋又无比期待。2018年，索尼、漫威以及哥伦比亚影业准备用动画来开创全新的蜘蛛宇宙。故事基础是2000年漫威展开的终极宇宙，并以2011年漫画为轴心，有别于影迷熟知的616主宇宙。终极宇宙代号设定是1610。系列电影第一集新宇宙就聚焦在新蜘蛛人，拓展多重宇宙概念，而起源也跟漫威标志性的彼得·帕克版有些差异。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男孩迈尔斯被来自42号宇宙的辐射蜘蛛咬到，获得超能力。后来目睹自己宇宙的蜘蛛人在金霸王的超级粒子对撞机大爆炸之后，战败壮烈身亡。没想到爆炸引起多重次元互撞现象，将不同宇宙的蜘蛛人们都拉了进来。迈尔斯结合蜘蛛好友们的努力，将重启的对撞机逆转关闭。迈尔斯也努力适应蜘蛛人的新身份。来到第2集穿越新宇宙，先前的互撞造成多重宇宙不稳定，引起蜘蛛协会创始人米盖尔注意，出手修复善后。同时与暗物质样本融合，获得穿越多重宇宙能力的斑点人正在努力壮大，酝酿复仇计划。后来因为迈尔斯影响了必然发生的正史事件，被米盖尔召集到蜘蛛协会，才得知影响正史事件会造成该宇宙的崩解。但当迈尔斯了解到即将就任大队长的父亲逝去也属于正史，让他无法接受，愤而冲破牢笼并逃出蜘蛛协会追捕。米盖尔指出，迈尔斯因为1610蜘蛛人牺牲拯救，更被42号宇宙蜘蛛传递能力，本身就是足以造成崩解的变异物种。连续混战之后，迈尔斯击退米盖尔，并利用辐射基因传送仪器让自己逃离困境。然而仪器依循侦测到的基因序列，竟然将迈尔斯送往了那个没有蜘蛛人保护、极其危险的42号宇宙。迈尔斯更被意外反派潜行者绑架。电影最后，女蜘蛛人关召集了蜘蛛帮伙伴，准备前往42号宇宙拯救迈尔斯。虽然超多蜘蛛人让人眼花缭乱，但剧情真的非常刺激精彩，甚至完美镶嵌过往蜘蛛人电影的经典片段，还呼应 MCU 无家日中因咒语失灵而造成的多重宇宙裂缝事件。第3集超越新宇宙将在2027年6月上映，等待之余就入手新宇宙抽抽乐来替续集预热。其实在今年年初，官方就以穿越新宇宙的电影情节推出特别合组，现在加上主题抽抽乐，让影迷非常的惊喜。抽抽乐包装外盒上就有这次的几位重点人偶，虽然都是蜘蛛人，但各有不同精致细节呢。打开说明书会发现，这次部分人偶依循龙与地下城的设计，另外附上了可替换的头部零件，不同面貌自由切换，而且这次人偶底板还是超亮眼的透明橘色，站上去仿佛传送门都打开了。抽抽乐系列的人偶底板偶尔会因为主题而有相应特别色或印刷，这次透明橘色真的超级用心。接下来人偶角色介绍，会客室将会主要聚焦在穿越新宇宙中的背景片段，而漫画则作为讲解补充。这一次新宇宙抽抽乐就用之前人偶转蛋机来随机抽选讲解顺序，蛋壳会另外贴上相应数字，一起抽出属于你的蜘蛛宇宙代表角色吧。
哇，第一支马上迎接女主角。在新宇宙动画前，关就曾经在初代电影出现过，更是惊奇再起系列的关键女主。最早在1965年惊奇蜘蛛人31期登场，算是彼得的前女友。在漫画以及电影中，关都因受到了战斗波及而失去性命。新宇宙动画参考2015年个人漫画，在65号宇宙中被辐射蜘蛛咬到的对象换成了关，而好友彼得则变成了蜥蜴博士。因为无法拯救好友的性命，最终激发出成为女蜘蛛人的使命，并被蜘蛛协会招募，与庞克蜘蛛霍比成为知己好友。当关被对撞机抓进了1610宇宙，遇见了迈尔斯，并产生奇妙情感，两人相互鼓励成长。在一连串事件后，他召集身边各个蜘蛛好友，重组蜘蛛帮，准备勇闯42号宇宙，拯救迈尔斯。作为女主角，关在先前也有推出相应人偶，除了白黑战服外，在号角日报大楼还有轻松变异版本。抽抽的外观延续年初电影合组的利落战服形态，留着一头全新侧分白金色长发，发尾显现精致的粉色挑染。但这个造型一开始其实是要怪迈尔斯。露出自信微笑的表情，细节加上眉环印刷，另一脸微微怒气中还原他明显的小齿缝。白色为底的战服勾勒黑色利落弧线，侧边白底也显现紫红蛛网。腿部蓝绿色块是方便行动的水蓝帆布鞋，细节还加上了蜘蛛图文。另外附有蜘蛛面罩替换头部，与过往的配置相似。纯白面孔睁着散发粉色晕边的大眼眸，还可以搭配从战服延伸的经典白色帽兜领件。关手中拿着一张拍立得照片，这个是翻拍他跟迈尔斯在公车上的相聚时刻，转化成为实体照片后，让他能够带回自己宇宙保存，珍惜自己跟迈尔斯的跨宇宙情感。第二位是电影中具有超酷拼贴效果的庞克蜘蛛人，他的本名叫做霍比布朗。在2014年惊奇蜘蛛人第10期登场，138号宇宙中，英国被绿恶魔诺曼的腐败暴政笼罩，离经叛道的霍比某天被有毒废料中的辐射蜘蛛咬伤，成为新伦敦的蒙面正义使者。发挥表演者背景，将音乐和艺术加入反政府行动，透过英伦朋克摇滚的力量，带领人民起义反抗，接纳流浪在多重宇宙的关，成为知己好友。两人组建乐团，并作为蜘蛛协会的一员，穿越多重宇宙，捕捉异常变体，偷偷鼓舞迈尔斯的反叛心，并选择不参与追捕行动。故事最后，霍比同样毅然加入了蜘蛛帮团队，人偶头上顶着电影中那炸开来的条状爆炸发型新零件，具有牙买加血统的黝黑肤色，银色小点是脸部穿环，洋溢满是音乐力量的笑容。电影起初还给他贴上神秘问号贴纸。在红蓝渲染色调的身躯上，穿着标志性摇滚皮质背心，上头带有铆钉、回纹针和图标装饰。红色手臂上戴着铆钉手环，背后蜘蛛图案写着交叉字母，这个是友善邻居蜘蛛人的缩写，致敬1980年代纽约硬核摇滚经典标志。腿部延续风格，穿上带有超复杂图文的英伦皮裤，透过替换头部，让霍比变回庞克蜘蛛模样。在红色蛛网面具上顶着全新灰色穆霍克尖刺发型。在1970年代的朋克摇滚运动中，有些指标性的乐团成员就会留着具有反叛气息的穆霍克发型，这个逐渐变成摇滚朋克的代表形象。手持一把单切角吉他，琴弦及细部构造印刷非常精致，也还原电影中的混乱拼搭装饰。弹奏吉他的时候，能为霍比带来强大音乐震荡能量，彰显音乐就是力量的摇滚理念。相信大家一定对这位具有异国情调的蜘蛛人非常有印象。他是在50101宇宙曼巴顿城打击犯罪的蜘蛛代表，本名是帕维特·普拉哈卡。根据2004年个人漫画，他的能力来源并不是辐射蜘蛛，而是一位瑜伽修行者所给予的神力。在穿越新宇宙电影中，反派斑点将魔爪伸向了50101宇宙，又引发了对撞机大爆炸。帕维特在紧要关头救下了自己的女友加雅奇。正常来说，这场事故将造成加雅奇的父亲辛都查殒命。虽然因为迈尔斯的介入化解了危机，但却影响了必然发生的正史事件，进而造成崩解现象。因此，让米盖尔认定迈尔斯的变异存在可能引发更多混乱。但是这个善举让帕维特决定帮助迈尔斯。故事尾声，他也加入了蜘蛛帮，准备救出迈尔斯。人偶仿造电影形象，附上全新的侧边黑长发。帕维特绑着水蓝色头巾，印度裔黑肤色露出微笑，具有印度传统风格的战袍上，蜘蛛纹路充满着独特的南亚美感。双手带有亮眼的金轮，在战斗中，帕维特会将金轮抛出，缠绕蜘蛛丝成为打击武器。
在捆腰步缠下，延伸出传统多折步裙的腿部形式，整体跳脱既定印象，以鲜红及水蓝色为主要色调。在替换头部上，带有亮眼色彩的线条，形塑脸谱般的蜘蛛面罩。帕维特手拿一只白色茶杯，呼应电影人物介绍片段里迈尔斯随口附和一句喜欢印度奶茶，但不标准的发音让帕维特感到不悦。身边这只蜘蛛猫其实也是蜘蛛协会的其中一员，来自999宇宙的蜘蛛猫同样参与追捕迈尔斯的行动，伸出利爪成功抓伤迈尔斯，也从嘴巴中吐出蜘蛛丝球，使用先前抽抽乐的金吉拉猫咪零件调整成为浅米黄毛色，脸上戴着超级帅气的蜘蛛眼睛面罩。追击蜘蛛团之一的蜘蛛狼人来了。2007年的漫威僵尸黑暗军团介绍了7085宇宙，高挂圆月的城市之中，许多超级英雄都转化为狼，其中就包含蜘蛛狼人。而在电影中，蜘蛛狼人袭击了骑着蜘蛛马寡妇逃跑的迈尔斯，结果迈尔斯举起牛仔帽，轻松解决。虽然被轻松解决，但却变成了超赞的人偶收藏。担心过去狼人人偶的既有头部零件，眼睛覆盖上了边缘斑驳的蜘蛛面罩，同时露出凶狠獠牙。狂暴姿态下的蜘蛛战服已经破破烂烂的，纤维底下的狼毛躯体展露无遗，手臂、腿部侧边都有非常完整的印刷，加上毛躁的狼尾，满满细节是暗黑怪物系和蜘蛛人收藏家不能错过的人偶哦。第5只人偶是横跨1、2集的重要角色米盖尔·欧哈拉，在1992年推出个人漫画，来自2099年928宇宙的新约士，因为超炼金公司的阴谋和操弄，致使基因序列被改写，拥有50%蜘蛛基因。在电影中，他作为蜘蛛协会的创办人以及首领，先在新宇宙电影片尾出现，使用被称为小玩意儿的多维度装置来穿越，还玩起蜘蛛人的护指迷因。第2集揭晓，在先前对撞机事件中，他招募了许多强大蜘蛛伙伴，后来不情愿地让关加入协会，共同监视多重宇宙发展。然而，米盖尔却在928替代宇宙中发现自己从未变成蜘蛛人，更有一个小女儿。而当这个替代宇宙的自己被罪犯夺去性命，他决定代为照顾女儿，却引发多重宇宙碰撞，让女儿活生生消失在眼前。这让他变得冷酷又疏远，严格确保多重宇宙规律运行，力求证实事件必须正常发生，所以将迈尔斯视为不该存在的变异，倾尽全协会之力展开猛烈追捕，但最后被迈尔斯的电流给击退。既有的蜘蛛人2099人偶，深蓝色身躯散发银白光点，斗大的红色蜘蛛图文像是触目的骷髅头，在收藏玩家中已然是传奇存在。抽抽乐完整呈现电影形象，中分长发下是米盖尔的严峻微笑，另一脸是露出獠牙的愤怒模样，将深蓝色身躯上的亮红骷髅蜘蛛改得更加利落，其中还散发浅色线条，网点衬托肌肉身形，延伸到手臂以及腿部上。另附的橘红塑胶材质披风具有超特别外观，印上电路以及类比颗粒纹路，和复仇者大楼的幻视还蛮相似的。这个是他初次展露身手时散发的独有特效。蜘蛛面罩替换头部对比旧款，眼睛线条更加纤细又锐利。人偶附有一枚透明橘红棋子人偶，重现电影中米盖尔的虚拟助理，抒情是生命体近似值，英文字首简称莱拉。他提供蜘蛛协会干部各种科技协助，监控蜘蛛多重宇宙的运行。透明橘红色身形印有大衣线条，肤色区块佩戴爱心大眼镜，继之前的莉亚公主和白普廷全息影像，现在又有重要角色成为小小棋子人偶了。介绍来到一半，电影第一男主角迈尔斯·摩拉斯终于登场。最早在2011年终极余波第4期首次登场，接续推出个人漫画。迈尔斯是1610宇宙中的一位13岁、具有波多黎各血统的物理天才高中生。某天，迈尔斯与叔叔亚伦在废弃地铁涂鸦时，意外被传送过来的42号宇宙辐射蜘蛛咬伤，更碰上对撞机爆炸事件，目睹原始蜘蛛人战败身亡，慢慢认知要负起守护深爱人事物的责任。下定决心之后，他将原始蜘蛛战袍喷上黑漆，成为独一无二的终极蜘蛛人。过程中，迈尔斯结识来自不同宇宙的蜘蛛人们，也与女蜘蛛人关史黛西互有好感。
虽然成功逃离蜘蛛协会追捕，并击退首领米盖尔，却因体内蜘蛛基因序列定位被传送到危险的42号宇宙，甚至还碰上超可怕的另一位潜行者。在过往乐高世界中，终极蜘蛛人迈尔斯其实有多种人偶，无论是便服、动画，甚至丑毛衣，基本都以黑色战服为象征。今年依循电影系列推出的人偶，也有强化细节印刷。抽抽乐中的迈尔斯留着一头蓬蓬黑发，脸部还原黝黑肤色，黑色蜘蛛战服具有红色标示，身体呈现特别的电流能力，从手臂流窜而出，因为电流汇聚，手掌变成了浅蓝色，腿部更有深蓝区块印刷，另附有蜘蛛面罩替换头部，中央银蓝光点旁是巨大的蜘蛛双眼，在眼尾更有散出的蜘蛛电流。而迈尔斯身旁的长腿黑色蜘蛛，或许是用来代表那只赋予了能力来自42号宇宙的辐射蜘蛛哦。堪称新宇宙电影系列的第二男主角，就是我们熟知的彼得·班杰明·帕克，同时也是最接近大家电影印象的蜘蛛人。设定在1980年出生的彼得，延续蜘蛛人的日常，与玛丽珍步入礼堂，同时与各大反派缠斗了22个年头。不过后来婚姻开始触礁，投资蜘蛛人餐厅失败，更面对梅婶离世，最后与玛丽珍离婚。步入中年的彼得日渐消沉。某天，奇妙通道突然开启，将彼得拉进1610宇宙。他才意识到，多重宇宙不仅只有一位蜘蛛人。而在这个年轻蜘蛛人战死的宇宙里，他巧遇了主角迈尔斯，后来与不同宇宙的蜘蛛伙伴组成蜘蛛帮，教导蜘蛛人初心者迈尔斯许多技术以及心境，同时也从迈尔斯身上得到了勇气。回到自己的616B 宇宙，修复与玛丽珍的情感，两人最后迎接爱的结晶梅代帕克。继承蜘蛛基因的梅代才8个月大就已经会爬墙喽。人偶呈现第2集的奶爸形象，生活步入正轨的他仍是潇洒发型，留有胡渣的脸上散发成熟笑容，另一脸则是经典的疲倦表情。身穿在蜘蛛协会剧情中重新登场时的趣味粉红长浴袍，里面内搭标准蜘蛛战服，布袍下摆印刷在腿上，还有超居家的蓝色室内拖。作为最强奶爸，当然要负起照顾的责任。彼得人偶挂上前背式婴儿背带，女儿梅代帕克可爱登场，沿用过往小婴儿零件，小小头部加上梅代最爱的手织蜘蛛人面罩毛线帽，不过身体就没有印刷，而是蓝绿纯色的零件。第8位是具有太阳蜘蛛称号的夏洛特·韦伯，其实是2020年发行的《蜘蛛人宇宙》第3期中由美国读者戴娜所创作的角色。最后漫威帮他推出了个人故事，来自2023宇宙的夏洛特本身患有 EDS 松皮症，关节会过松，而且容易受伤。夏洛特帮自己打造一台能够喷射蛛丝的轮椅及主杖，借此捍卫和平。穿越新宇宙电影中，他坐在一具能够伸展出钢铁蜘蛛手臂的轮椅来追捕迈尔斯，真的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。以电影中跃起攻击瞬间当做基础的太阳蜘蛛人人偶，头上反戴全新灰色棒球帽，帽子上是有蜘蛛图案的哦。脸部中央是一个大大的红色叉叉，身穿具有个人风格的黑色皮背心。比起正统蜘蛛装，它的战服色调呈现暖橘色泽，而在外套下的蜘蛛符号同样非常独特。双手手臂印有银色格状护甲，黑色腿部带上强化装备，用来保护膝盖关节。人偶手持2根全新黑色主杖，单边主杖是今年城市系列的新零件，更改旧有主杖形态，贴合电影及原作的模样。不过在电影中，超级灵活的蜘蛛科技轮椅，想必也是许多蜘蛛迷非常想要的配件吧。再来是外形超亮眼的蜘蛛字节。2018年漫画《蜘蛛地窖》第11期中，介绍了一位身处22191宇宙的女孩马戈凯斯。她透过 VR 设备生活在虚拟世界，同时以蜘蛛字节的数位形象来打击犯罪。除了蜘蛛超能力之外，马戈十分擅长各类电子科技，受到米盖尔招募，加入蜘蛛协会，成为重要核心，甚至和虚拟助理莱拉共同操作能将目标送回所属宇宙的回家机器。与迈尔斯短暂交谈后，留下好印象，暗中帮助迈尔斯逃离追捕，最后加入关组成的蜘蛛帮，展开拯救行动。作为第2集新角色的马哥，人偶外观超级酷，双球发髻下的头部散发科技冷蓝光，马哥还露出难得的紧张神情。紫红色身躯搭配霓虹粉电路图文，背后更有超酷的电路蜘蛛图案。由于本身是虚拟投影，人偶在手臂及腿部都运用透明粉子零件来呈现，透光更显现一种亮粉感。透明肢体也跟幻视设计很相似。人偶另外附上一顶头饰零件，是电影中可折叠收放的蜘蛛面罩。
特别的半面形式，上端透过切换目镜结构、光谱以及色调来进行探查，零件后端则连着马哥本身的双发髻。手持一枚投影萤幕，紫红透明板上复杂电路中是新宇宙电影独特的六角形传送门，下方锁定的蜘蛛身上写的42，就是那只咬了迈尔斯一口的辐射蜘蛛。我猜这片可能是电影中辐射基因传送仪器，也就是回家机器的操作界面吧。这位蜘蛛人看起来不好惹啊！被官方设定是赛博生化蜘蛛女的巨大存在。从穿越新宇宙的删减片段中得知，她的本名叫做佩德拉。Oh no, Petra, please. 是来自2087年爆发机械战争后的地球世界，庞大身躯挂有许多充斥末日感的护具。在电影中，先被迈尔斯的电流震退，后来重整状态，继续追捕迈尔斯。但生化蜘蛛女其实没有专属的起源漫画。不过，在1992年蜘蛛人21期中，重伤的彼得被许多机械加以改造，成为了赛博改造蜘蛛人。这个模样也在今年6月发售的《蜘蛛人拓展宇宙介绍书》中成为随书附赠的专属人偶。现在则依循动画电影模样，缩小身形后完美登场。蜘蛛面罩覆盖维生科技，并套上非常有班恩风格的铁灰色面罩，延展成左肩加装的铁刺肩甲。经典战服披挂了沉重铁链，甚至连蛛网线条都像蛇龙般歪斜，中央镶嵌一面角形铁牌，手臂具有绷带印刷，而另一只手则换成了生化人偶常使用的铁手臂。透过零件组装呈现火力强大的加特林长枪管，腰部黄色腰包配件和赛博改造蜘蛛人也有相互呼应。腿部印刷挂有环带和小配备，凸显金属赛博感细节。对照书籍附赠的人偶，抽抽乐版本的印刷线条和零件配备有着超强大的细节进化呢。在漫画中也是具有丰富故事的牛仔蜘蛛人，是来自31913宇宙的旧西部枪手派翠克·欧哈拉。某天，他和他的爱居寡妇被浸泡了阿帕契灵药的辐射蜘蛛咬伤，双双获得蜘蛛能力。在电影中，派翠克参与了追捕迈尔斯的行动，两人在马背上演一出经典西部拔枪决斗，最后被迈尔斯出手击中落马。迈尔斯甚至还骑着蜘蛛马寡妇躲避蜘蛛狼人和太阳蜘蛛的袭击。虽然在电影惊鸿一瞥，却变成超完美人偶形态，整体采用电影设定稿的颜色配置，西部风格满满的宽檐牛仔帽下，头部零件外加一条领巾，形成角色独特的蜘蛛面罩。肩膀上附有一片全新侧边斗篷，蓝灰底色上具有经典蛛网以及蜘蛛图文。在斗篷下是派翠克身穿的黄色牛仔背心和米色布袍，长裤套着沙漠长筒靴，但人偶手中拿着电影里没有使用的牛仔套索零件。蜘蛛马寡妇陪着主人展开追捕，使用先前抽抽乐翻新的小马零件，虽然电影中是棕毛色，但抽抽乐改成了灰蓝毛色，正面替寡妇印上了超帅的蜘蛛面罩。没想到最后会是他。在第一集1610宇宙中，作为金霸王致命打手的潜行者，是蜘蛛人难缠又强大的敌手。但在可怕面具下的真面目，居然是非常照顾迈尔斯的亲叔叔艾伦。当两人知道彼此身份时，艾伦无法痛下毒手，被金霸王一枪夺走性命，相当于其他宇宙的班叔那样，成为促使迈尔斯成长的正史事件。但在第二集最后，迈尔斯因体内的蜘蛛基因被误传到了42号宇宙，因为没有蜘蛛人保护，让这里变得极其危险。最后，迈尔斯被这个宇宙的艾伦叔叔逮住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他见到了继承潜行者名号级装备的自己。以 TVA 来说，这很可能是所谓变体的黑化迈尔斯，已不再戴着蜘蛛头套，而是换成了可怕的潜行者面罩。荧光紫红色勾勒出眼睛区块，口部带有涂鸦半面罩的换气法设计，呼应迈尔斯和艾伦的涂鸦爱好。换掉面罩，头上搭配全新的双长辫发型，略微消瘦的脸颊看来不怀好意。在电影中，因为光线不足，多半以漆黑呈现。但根据设定稿，服装其实具有蓝紫色调，颈部加装3叉监视布料，是潜行者服装特有的威胁感高领设计。胸口显现的不再是蜘蛛，取而代之的是潜行者钩爪图案。服装细节具有许多特殊战斗配备，或许在之后续集将带来可怕威胁。电影结尾，艾伦将危险的潜行者钩爪丢给迈尔斯，人偶则使用了铁灰巨犬零件来呈现。除了危险配备，人偶居然附上了一张黑胶印刷砖。当时艾伦播放了一张红标黑胶，那是由美国传奇灵魂蓝调歌手巴比布兰德在1974年演唱的歌曲《在城市的中心没有爱》。深情而哀愁的歌词，可能偷偷透露着42号宇宙中潜行者迈尔斯的心境呢。
以上就是我们71050蜘蛛人新宇宙抽抽乐深度故事开箱，12只细节感满满的蜘蛛人，跨越多重宇宙，准备扩充你的人偶收藏。延续第1集主角群，加入蜘蛛协会新角色，呈现精彩刺激的追击片段。蜘蛛人收藏玩家开抽了吗？已经入手几套了呢？欢迎留言来跟会客室分享你最爱的角色吧。若想看到更多相关的介绍与故事，按赞订阅小铃铛，记得帮我们用力的点下去。蜘蛛协会展开追捕，新宇宙抽抽乐开抽，锁定你的心头好蜘蛛角色吧。拜。